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《爱情保卫战》。先来认识一下我们5位聊艺团的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青年作家文吉尔，让我们开心相遇，幸福相爱，平安相守。大家好，我是演员吕云峰。爱情是一门学科，希望我们可以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严品红。爱情想要保鲜，就要用心经营。大家好，我是律师任占民。爱你既不是故意，也不是过失，而是不可抗力。大家好，我是媒体人于波红。对爱情而言，对方的心才是最好的房子。这爱情究竟是什么？每个人都有心中不一样的定义。那我们今天的2组嘉宾，他们在爱情当中遇到了怎样的困惑呢？赶紧来认识一下，有请。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段先生，50岁，来自陕西；摄像师张女士，43岁，来自陕西；策划师，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们之间最大的分歧是什么？那肯定是为了儿子的事啊，因为我总觉得他老是逼着儿子吃苦，就像后妈似的。我咋可能是后妈呀？那可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你说都这么大了啊，他天天还在这护着，就这样子，他护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我都想不明白了。除了儿子的问题，你还有什么想解决的？妈呀，那可多了。他不光说攒私房钱，你知道不？而且他整天他装老好人，最主要是啥？他现在他跟不上我的节奏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是这样子，他今天来，他要是能听劝，我们俩就过；如果今天来他不听劝，那我们俩就分道扬镳。那最主要就是解决他脾气的问题啊，平时呢比较强势啊，干什么事呢都得听他的。那我就不明白，那为什么2口子过日子，为什么啥事都要听他的呢？哎呀，问题老大了啊！女士的意思是，这过不下去，咱就不过了。你要不改，我还就真走了。是，这就具体说说吧。首先就是从我们家孩子上学这一块的事情讲，孩子上了初中了，我呢给孩子去把这个学校各方面都看好了，名也报了。结果他呢听这个别的同学家长又说，某某某学校比较好，然后呢他就私自去又给孩子把这个学校也给报名，费用各方面也都交了。交完之后呢，他才告诉我，最后弄着孩子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去上他报的那个，而且离家特别远，我开车过去的话前后都得2个多小时看他一次。老师，我得跟你说一下，我后面给他找这个学校吧，本身我们是没想去的，是陪另外一个家长带他孩子去的。但是去了之后呢，我的孩子呢，他就面试了一下，谁知道就通过了。那你想，这个学校很难进，那你说通过了，那你说这么好的机会，那我肯定我也不能错过，所以我就把名报上了。你看孩子去学校之后吧，不是要参加那个军训吗？但是我们家孩子呢，从小身体过敏，他会起那个疹子。结果有一天呢，老师就给我打电话说：“你赶紧把你们家孩子接回去吧，满身都是那个疙瘩。”所以当我听到这个事儿之后，我就特别生气。我说：“你看，这些事情都是你搞的，这下好了。”他说：“那有啥呢？男孩子不在外头就得闯吗？这点事儿算啥呀？”这一点我支持妻子。孩子吃点苦怕什么？现在的孩子什么都吃过，就是苦没吃过嘛。不是，你吃苦你也得看年龄段吧。哎呀，这不是现在都20多岁，这过敏好了吧？过敏现在大了就慢慢就好了。那咱就不翻这旧账了呗，这还有啥问题啊？然后再就是高中的事呗，高中还是他私下做主，因为当时呢，孩子考了一个离家比较近的一个学校，然后呢又让孩子住校。属于那种突击的那种学校，管理特别严格，就是每天早上4、5点钟孩子就得起来，站到操场上要背课文，大声朗读。孩子成绩如何吧？咱看看结果，考学满意不？也就那样，而且就说也没少花钱，1学期下来得10万多呢，花了那么多钱也没考上个好的，考了个2本。当时我说不让你送那么远，因为我考虑到，因为上了高中，哪个男孩子不谈恋爱？对不对？啥意思？高中谈恋爱了？早恋这情况我得要说一下。那有女生喜欢他，那证明我们家孩子优秀嘛，对不对？他这个年龄没有资格恋爱啊。没恋爱，但是有女生给他写信了。这也都是过去时了嘛。过去有分歧有矛盾，但是也都按妻子的方式，对，就这么去培养孩子了哈。
现在也上大学了，这应该没矛盾了吧？孩子也成年了。上大学我听他的了，我没往远送，就留到我们陕西了。我本来是想让他去云南那边去上大学，但是他还是一再的说必须让孩子在身边，我都不知道了。你说都这么大的孩子了，对不对？也都成人了，哎，像一个那个啥了，娘娘妈一样的，天天把孩子看到跟前儿。我就真的我都想不明白，你们儿子在这么不一样的父母的教育理念下长大，他是个什么性格的孩子啊？我觉得挺好的，挺活泼的，而且他在学校的话也算是学生会的副主席，我觉得很优秀的。对，这你还不满意呀？他的性格像我，很外向，不像他。那也不是说你教育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夫妻共同教育的成果。对啊，你这学生会副主席的儿子，你还不满意，还不骄傲，怎么还在这儿抱怨呢？不是，你说现在就是又牵扯到这孩子出国这个事儿。呵，你说我说就一个孩子，你还非得把他送出国去？家里如果有条件，父母也都支持的话，孩子也愿意的话，可以啊，这不是什么。对，你看老师说这句话就很实在啊，怎么？你有半斤还是有8两，你不清楚吗？对不对？那你自己家里的经济情况你不了解吗？把我都饿得瘦成啥样子了？你看你说那话说的，把你饿成瘦成啥了？真的呀，你们家如果就为了孩子上学，男人都饿瘦了，不是吧？那倒也不是啊。我们俩的工资呢，你要说高也不是说特别高，也挺辛苦，有啥说啥。但是呢，我母亲这块她有退休工资，也会给我贴补一些孩子上学的费用。再加上呢，我们在老家呢，我们也有那个房子，那大不了我把那个房子卖了，供孩子出来，这也没有错，对不对？你打住！哎，这么大人了，还一天让你娘家接济，丢人不丢人？出国留学，我觉得是量力而行，还得跟儿子共同协商。这个事儿，我觉得放一放，商量好了，咱再做决定。但你们俩的矛盾，刚才也说了，不止这些，还有啥呀？他一天他就塞抠，你知道不？他还自己藏私房钱。我那次吧，我就收拾之后呢，我就在他那鞋垫底下，我就看着500块钱。凭啥你把我克扣的啥样子？你不清楚吗？一个月这么大人给100块钱，你说够干啥的？100块钱啊！他吃喝拉撒，包括抽烟喝酒都是我给他买，那给他100块钱，他干啥呢？有个应酬呢。那他有应酬，他跟我说，我再给他不就完了吗？那我得要计划呀。他这人就是这，他有应酬啥？你有应酬你回来呀，在家里边我给你做呀。而且吧，就是朋友啊，有时候找我借点钱啥的。朋友还找你借钱，不知道你一个月100块呀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老师，借5块吗？一提他说这个朋友管他借钱的事儿，我得给您说说，你知道不？您说，你说啥事儿你钱你都借，那人家2口子吵架，他那个朋友给他打电话。干啥呢？借钱住宾馆，借了多少钱？借了500块钱。你哪儿来的500，老段？有偿的私房钱吗？还了吗？还了吗？还没还呢。我几年了。因为咋说了，那他平时也属于那种气管炎，挣的钱都是老婆拿走了，他自己也没有。但是咋说了，人家之前不是也帮过我吗？对不对？再说你说人家2口子吵架没地方住，大冬天的。你也不能看着人家睡在街头吧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看刚才他自己说了，我每个月给他100块钱，为啥给他100块钱？那是有原因的。我以前我不这样，原来吧，他挣钱他自己拿着，完了我要是不够了，我管他要，是因为啥呢？他手里头有钱，他不存，谁管他借？他都借，老好人一个。现在我不瞒你们，现在外头要不回来的还得有1万多块钱呢。你可以控制他不跟别人往外借钱啊，这烂好人不能做。但100块，说实话少了点儿。就那他还说多呢，他说还有给50的呢。我没听说过50，100我都已经感到很震撼了。不是，他说让我把烟也戒了，我说那个东西我暂时戒不了，因为。所以老段，你是不是气管炎？也不是气管炎，就是。哎，你刚才不是说你那朋友是气管炎，你这同病相怜嘛，所以得帮人家嘛。咋说呢？因为我比他本身年龄大几岁嘛，结婚以后吧，我就寻思啥事我得让着他点，他就认为我怕他。就有啥事吧，我也跟他说，只是他这人干啥事情太木讷，就是你都不知道，老师谁找他干个啥。哎，他老是去干去。我们家那个邻居，你说人家家里头有啥东西坏了，你不去找物业去，给你打什么电话呀？哎，打了电话，屁颠拿着钳子扳子去给人家去帮忙去了。男邻居、女邻居？女的。哦，不是，你看这个事儿，我跟你说，你这人纯粹就是瞎想，比我还大几岁呢。我跟她那个丈夫我也认识，人那么晚了，人家物业下班了，那你说我过去给人帮个忙，那又咋的？
这是助人为乐呀。对呀，那有错吗？助人为乐回来之后，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。哎呀，我刚才弯腰把腰闪了，我这个那来的。要不然你就别去干，你要干你回来就别叨叨，你叨叨这有啥意思？再说了，大半夜的你跑人家去帮什么忙？你让人左邻右舍看见都成啥事儿了？帮的时候人家丈夫在嘛？她丈夫是因为常年在外头，那真不方便。对，你应该白天去，为什么要半夜去呢？这是老好人吗？不是，让人家误会。你去就带上你老婆一起去啊。大半夜的，我都把被窝躺下了，我还起来，我折腾啥呀？而且你别说我，你一天你打扮的，你让大家看看我穿啥样子，你穿啥样子。完了那天快要下雨了，我骑了个电动，我想着他不好打车，我去接他。见了面之后呢，第一句话是：谁让你来接我的？我说这不要下雨了吗？你是不相信我还是咋回事？我说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我看下雨了，怕你不好打车啊。我合着意思是不是嫌我骑电动车接你去丢人了？我去逛的那个商场还有我们2个朋友，你说他来接我，我把人家撂到那儿，我走了，你觉得合适不？这咋不合适了？这逛完街了，老公来接你就走吗？这哪儿不合适啊？那我们就一块儿坐车就回去了呗。你说他非得要来，你说冻得嘶嘶呵呵的，还下着个雨。还说我老爱买衣服，我买啥呀？我都不瞒您老师，我现在就这衣服我都穿了4、5年了，我买啥？我今天来了，我还是翻箱底儿，我找出这么一条裙子。咱这不是都攒钱供儿子了吗？是，你说你们这日子过的是吧？而且还有个啥事儿，老师，就说是父母啊养咱小，咱养父母老，这个事儿也很正常。那就是逢年过节都因为回家这个事儿，我俩就吵。因为啥呢？我就说我给家里边买一点那个老人爱吃的，就是那带盒子包装的，稍微看着好一点差不多的东西。那他就认为不这样，他说都是一家人，买那个好看的干啥？买点散装的实惠。对呀，那不一样的吗？假如说你同样花100块钱，你买个盒子你就拿1盒，你要是买那伞你能买1袋，那老人得多吃好几块那个点心，你说哪多哪少？自己家里人吃无所谓。对呀，又不是外人，你说外人了，咱送个带礼盒的行，那自己家父母还有什么可讲究的呢？不是，我们家是农村的，我们那儿就是一个啥讲究，就是这家送的礼，然后他可能又回到下一家去了。那我不就是怕他不吃吗？完再不吃，他可能送亲戚、送邻家了呀。那我希望他吃嘛。老师说的对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有个哥哥嫂子，是吧？那人家看着你在外头啊混成这样，回来拎俩塑料袋子，你哪怕里边装的东西再好，人家认为都不值钱。那我父母我买东西，我都是买的散包装，我从来不买礼盒。但他父母他就非得让我买礼盒，我就想不明白这个道理了。那你给你父母买了，你寄，你不是怕超重吗？不，你们俩这事儿，我听起来除了儿子现在出国还是不出国，这确实是个头疼的事儿。其他的事儿好像鸡毛蒜皮、家长里短，每家都有这样的事儿吧？那你们来的诉求是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他那个思维啊，老年化了。他现在你看着他50岁，我感觉他得有70岁思想，他跟不上我。跟不上你就要1刀2断了。对，他要是不改，我肯定是1刀2断。哇，就是你这么狠心呐？有这么严重？等等啊，你啥思想他跟不上了？你给人100，你还说他思想跟不上你？跟不上了，你思想跟不上时代吧？现在谁还拿现金呢？某宝啦、某多啥的，那上边不都是先用后付吗？干嘛要先用后付？我就一次性付嘛，你打给我呗。那样子的话，我是不是就能知道他每个月花多少钱了？不合适的可以退货吗？先花后报销，你采取这种模式。现在张女士对段先生的不满：一，孩子将来这个出不出国不满意，这个观念不一致；对。二，觉得他在钱上抠抠缩缩，还乱见别人，理财观念也不一样，对，是吧？这个三，还老爱管闲事儿、烂好人，也不能接受，是吧？然后综上所述，你觉得过不下去了？是，他过不下去了。他这个人这个脾气，我跟你说，我也接受不了。他说往东你不敢往西，哎，你要往西会怎么着啊？往西你今晚上甭睡觉，咱就坐这儿，啥时候说通了，你给我道歉了，咱这事儿算了了。就每次都是这样的方式啊？是啊，你说我干了一天，我挺累的，我想睡，他不行，他给你拽起来，你把我惹生气了，你想睡，门都没有，来起来说清楚再说。那你说吵完架当天的事儿不当天解决，那还非得打冷战吗？那我不觉得我这个有毛病。我们也看出来了，其实俩人还是有感情的哈，各种事儿累积起来确实也有不满。
但是这次怎么办呢？这两位夫妻，哎，你们有什么认知跟他们分享一下吗？首先来讲一下孩子教育问题。男孩子嘛，吃点苦，养成一个自律的习惯，我觉得没毛病，对他的健康成长很有帮助。我觉得娇生惯养的孩子，成功的概率非常低，别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你想啊，每家过日子都是一地鸡毛。我支持老妹儿的那个想法，严厉一点，对孩子还是有好处。不是他俩这关系，夫妻关系呢？你有什么建议？他俩夫妻关系，我觉得男人不需要留太多的钱。您觉得多少钱合适啊？一个月？100块钱可以呀，我觉得。对呀。哎，你俩真是一伙儿的。哎，咱这样吧，就老段提个要求呗，你希望财务上以后怎么样？我希望那肯定就是你多少给涨点工资吧。涨多少？你少说也得给个500吧。所以这个先生的诉求就是工资涨点儿，脾气好点儿。来听听老师们的意见哈。没发现吗？你们俩都不希望儿子吃苦啊。这个大哥在小事上不让儿子吃苦，你在大事上不让儿子吃苦。你知道就是有多少踮着脚把孩子送出国的这些孩子们，他在国外很自卑吗？就是他知道自己的原生家庭条件不好，但是他的同学可能条件都比他好，他到了那个环境里面不一定会像你说的正向生长哦。你一旦把他放出去，到他一个完全没有安全感的一个状态里，我跟你讲，不知道会出什么事情。其实这个大哥跟你说的，其实真的都是一些小事儿，他想要的东西也很简单，他没有提出任何不合理的诉求。如果你一再的去压迫别人的意志和感受的话，我觉得你俩不过就不过了。然后说这个大哥，其实您的思想也要进步。我觉得你的教育观念是绝对错误的。就现在的孩子一定要学会什么，就是要吃苦，你就是要去锻炼他。他是个男孩子，如果你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让他去接受社会的毒打，你不让他自己有抗风险的能力，以后你们这个孩子会养废掉。因为他踏入社会之后，他发现哇，原来我根本就没有你们说的这么优秀。你们两个谁都想去当这个爸，但是谁都没当好这个爸。所以我觉得你们俩就是，如果真的是现在这个样子，那你们想散就散呗，有什么好说这些什么我很厉害，他不好，没有必要。其实这个大哥很尊重你了，但是我觉得你给人一点自尊心，也是给自己一条退路。否则的话，就这位大姐，我跟你说，就像大哥这种一个月你给他100块钱，他还不想跟你离婚的男人，很难再找到。而且你的性格实在是太强势了，往后退一退，让一让。段先生、张女士，你们好。其实一开始我听到你们两个在台上讲述你们孩子问题的时候，我是有点生气的，甚至我还有一点心寒，因为我当看到你们在说自己儿子上那个2本学校的时候，是挺不开心的。那我认为学习成绩其实不能代表一切，我还是认为你们的儿子是很优秀的。那我更愿意相信，是因为你们两个可能刚上这个舞台的时候，心里有怨气，对彼此的怨气，然后导致对儿子说出了那样的话。我更愿意相信是这样的结果。然后再其次就是你们刚才说你们两位之间的问题，我不知道其他老师听到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。虽然你们在台上就是感觉像针锋相对，但是我心里会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，就我能感觉到你们只是做事的方式不被对方所理解，但是你们的初衷都是爱对方的。那这件事情要怎么解决呢？其实就是谁想继续谁改变。那我现在看到其实是段先生，你想继续下去，那其实你就可以多做一些改变，哪怕我们一点一点的来，也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张女士这边，虽然你现在可能是觉得有一点点生活难过下去，但有一点我觉得您可能是要改的，就是你这个脾气的问题。这不仅是对你的爱人，可能你这个脾气发展到最后，你会伤害到这些真正所爱你的人。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你想看到的一个结果啊。然后最后就是一个那个财务的问题，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解决。您是要给你丈夫一笔活动资金，因为真的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情况，但你不想给他现金怎么办呢？有个东西叫亲密付，他花的每一笔钱你都能看到。好了，谢谢你们。其实把你们俩单拎出来，我不评价谁对谁错，那就是一个特别心疼自己孩子的慈爱的老父亲，看不得孩子这儿不舒服，那儿太辛苦，早上4、5点不想让孩子卷，没有好与坏。我觉得一个母亲说男儿当自强，你就要从小吃苦，不怕苦不怕累，好好学习，去参与竞争，也没毛病。毛病在于你俩不同的认知产生的冲突，你们的孩子一定受伤，他一定内心不是完整的。你以为你俩过得好吗？我不觉得。
因为你掌握了你老公1个月只给他100块，他服服帖帖，基本上不敢跟你闹，你就是婚姻的胜利者，爱情的女神。我跟你说，不见得。你老公这20多年，其实他是爱你的，他顺从于你的原因是爱你爱这个家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如果爱你的那个人放手，惨的是你，不是他。他放弃的是一个让他体验感不好的婚姻生活，他是舒服的，但你是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，你是难过的。我不说孩子出不出国，你们家是砸锅卖铁勒紧裤带送孩子，还是说你们家经济条件特别好就供儿子出国，我不讨论这个问题，家家有家家的想法。但是结合你老公的想法，结合他这20多年的人生，他有错吗？你们俩节衣缩食，1个月100块，穿的衣服都很破，吃也吃不上太好的，还要跟老妈去要人家的养老金养你们的孩子，这种日子他可是过了20多年。如果不是你一意孤行，你这么执着，他不会让儿子上20万的高中，省多少钱呀？这些钱自己吃好穿好，心情愉快，再孝顺下老人，咱就买3大袋子精装的礼物回去看老人，心情不好吗？你就是在控制，把他当成工具，当成合作伙伴，当成和你一起养儿子的这么一个男性，你爱他啥了？有点不愉快就熬着不让人睡觉，把老段都饿瘦了。想要幸福的生活就都得调整。老段也一样啊，我日子过成这样，你别怪你老婆，怪你自己。怎么那么没志气呢？爱老婆也得有底线呀，不能爱成这个样子啊，不能宠成这个样子啊。你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你比他大，那还真成了你这一辈子就必须扛着顶着这个头衔过一辈子吗？然后就无底线的容忍他吗？你惯的，你也收手吧。我们都去调整，你们俩是有感情的，像这个小吕老师说的，有感情基础，现在也是很深的情感和亲情的链接。我们在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之后，重新审视一下这段感情，让他再一次从爱开始，向爱启程。也许你们晚年生活还能相亲相爱走下去。这位先生，正因为你年龄大，他年龄小，所以你一直在包容他，对吧？完全错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会理所当然的无条件去包容一个人。你出发点本身是错的，你要稍微的强势一点，不能无条件的退让。这个女士，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？我不想用改这个词语，我想用你适当的控制一下。改不了，江山易改本性难，稍微的控制一下，语气也好，交流方式也好，态度也好，第一个段位，这边呢强一点，这边弱一点，找一个平衡点。第二点，孩子留学留不留学，我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。我想是这样的，他如果在国外靠他自己能赚钱的话，我觉得他可以出去，做不到这点别出去了，对吧？从法律上讲，过了18岁，没有说给他付这个学费、生活费的义务了。啊，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。第三点，私房钱的问题啊。你这个钱涉及到2点，一个是藏，一个是借。藏了500块钱，又借给别人1万块钱，而且你们呢对这个财产之前也没有约定，那么这个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虽然藏了500，但段先生你想想，如果你藏的是50万呢？假设是50万，我想说明是有个道理呢啊，钱想要就大大方方的去要。别藏，因为什么呢？藏会引发什么？会引发不信任感。而且从法律上讲的话，夫妻一方藏匿财产，离婚后，老婆如果发现你还藏过钱，人家还可以重新起诉，再跟你要。藏，我认为不是长久之计，而是主动的去表达。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，双方达到一个趋于平衡的状态。我觉得你们的生活会过得非常非常好。这个任律师是从法律角度深入浅出的给你们剖析了啊，财务上应该怎么去控制，情绪上应该怎么去管理，这得听进去啊。如果大家想更多的了解我们任占敏律师呢，有个非常简单方法就能找到他啊。大家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这个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。对，是这样的。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。你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呢，就可以找到任律师来给您解答啊。谢谢任律师。妻子是策划师，所以你一直努力的
策划着儿子的人生和丈夫的生活。但我非常匪夷所思的是，作为一个妻子，不顾丈夫的反对，也不顾自己家庭的经济状况，从孩子初中、高中连续让他去读高价的寄宿学校。寄宿学校确实可以锻炼孩子的自理能力，但是你不担心孩子在这样的状态当中出现心理问题吗？另外，做父母的，我们有没有想过，我们这一辈子有多少时间能够和孩子在一起呀？我们有多少时间可以陪伴孩子啊？我知道这个妻子，她是全身心放在这个家的女人，但是丈夫，我为什么说你身在福中不知福？他为了男人的面子不承认自己是妻管严，但他是铁板钉钉的妻管严。我们经常说怕老婆是一种美德，能够在婚姻当中服软，那就是爱。我就说他对你的那份爱，你为什么还要这么作？43岁了呀，爱我们是要相互的，珍惜也是要相互的，包容也是要相互的。所以最后送你们一句我们中国人的老话：夫妻同心，黄土变金。哎呀，所以你们也好好思考一下老师们说的吧啊，别死要面子活受罪，量力而行。夫妻感情也是，供孩子受教育也一样。那你们下来休息休息吧，思考思考哈。我们听听这对夫妻的情况。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杨先生51岁，来自吉林；吴叶谭女士53岁，来自吉林，退休。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请用3个词形容一下对方。他很善良，并且擅长持家，孝敬老人。他总是在骗我，然后总是对我冷战，现在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好，他变了一个人。请给这段婚姻打个分。也就30分吧，因为我舍不得我们20多年的感情。他以前曾经对我特别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心细，但是现在一次一次的骗我，我现在很伤心，很失望，对他失去信心了。70分，其余那30分也是因为我的过错导致的。如果没有我的过错，我相信我的家庭会达到98分。我的过错我认，我老婆是一个十全九美的女人，我希望导师们能帮我挽回这个家庭。哎呦，这先生真会说哈，感觉都不用是上这个节目了已经。啊，这真会说，这真会说，怎么还说到我们这儿来了呢？是我主动要来的，因为今天我就想请求各位老师帮助我挽回这个家庭，我不想失去他。啊，这太太不想跟你过了是吧？对。你这到底骗成啥样了？骗的这妻子20多年的婚姻都不想要啊！我们俩一路走来，也经过我们俩共同的努力，生活我觉得还过得还算不错，先后买了车买了房，最多的时候我们名下拥有3套房产。大约在5、6年前，因为我的一个过错导致的现在这个家要散了。什么过错啊？就是有一天我给他洗衣服，在他的兜里头发现好多的彩票。好多是多少？上千以上。一次买上千啊？对。我之前我跟我爱人我俩一次也就买个10块20块。以前我们也买，但是10块20块的不影响正常生活。这次我发现这么多，我特别的吃惊，所以我就问他为什么买这么多。我头天晚上做了个梦，就是这组号啊可能有中奖的概率，我就多买了一些。我问一下，您这样的感觉是只有这么唯一一次，还是经常有这样的感觉？有过几次。你这几次中了没有啊？没中。有一次我没有感觉的时候，我中了一次。首先这个事儿不是靠感觉不感觉，我们买彩票是支持国家这福彩事业，对呀，对吧？如果能自己有一点小盈利，也是开心的；不能的话，就当是支持了福利事业了。刚才说您中了一次，中了多少？2万左右吧。你花了多少钱？你中的2万呢？你说多少？几十万。几十万买彩票，这是自己的私房钱，还是说借钱了？你听我说呀，老师啊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朋友聚会，我们在一起聚吃饭，同学的老婆就跟我说：“啊，杨哥带我们拿这个钱，不着急还，
那个嫂子，你那个别那啥。他是有意无意的问我知不知道这个事儿。回家了之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怎么又管他借钱了呀？然后他说我没有借钱，他不承认借钱。当时我没承认，当时我说你别听他媳妇儿胡说，他有可能是把钱花不到正地方，对不上账了。当时他说完之后，我就要给他打电话，我求证一下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不让我打，他说那样的话，人家两口子不得闹别扭吗？哎呀，你要有你这老妹儿这么细的心，你家就发生不了这些事。因为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被他糊弄过去了，是吧？对，我一直吧都非常依赖他，非常相信他。您今天坦荡的说一下，当时借了多少债？老实说，一共借了大约得有40万左右。不，你借了40万，还有你自己的钱，你前后得花了好几十万。具体到底花多少钱，我现在都不知道。我之前说实话，我们俩没有多少积蓄。我的理财观念就是啥呢？有点积蓄我就买房。我们俩置了3套房产，那2套一直在出租状态。有一天我朋友给我打电话，就说杨哥，你那钱月底能对呀，能不能给我？我听到了。朋友跟他说，我月底那个需要用钱，把那个钱还给我啊！我都听到了，他还在那不承认。他说没有，你听错了。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家那个房子不有一个出租吗？快到时间了，我就跟那个房户打电话，我说的该交来年的那个房租了。然后租户告诉我，你家房子不是卖了吗？3套房子卖了几套呀？卖了1套大的。因为当时那种状况，确实我撑不下去了，欠的太多了。你撑不下去，你欠太多也得告诉人家一声。一次一次的骗我，一次一次的来。3套房子卖了几套啊？现在还剩1套，我们自己住的，再卖就没地方住了。就卖了2套还债。第2套房产和车子卖的时候，他知道的，是我俩商量的结果。我问他，你还有没有那个机会？外边还有没有债？他就跟我坦白了，外面还有债。那阵就不多了，那好像也是10来万块钱。那是干嘛欠的债呀？也是打彩票。也是打彩票，不够哈。对，因为我上次卖那套房子就是没够还的。不是，那你们这干活赚钱呀？后来我们生意也不怎么好了。你们做什么生意的？以前是房产中介，然后剩下的钱放在手里头。他说的，咱们上三亚到那边去养养身体，然后他找个地方打工。你们原来是在东北是吧？对。然后去三亚。对。你们俩50多岁，没有提孩子啊？我们没有孩子，因为没有孩子的牵绊，所以抬脚就去三亚了。对，也好事嘛，换个环境。对，他说让我养养身体啊，然后他到那边找个工作，找着了吗？别提了，到那块之后，他天天游山玩水，上各种景区。那是全国人民都向往的地方，你到那你不去溜达溜达？但是你跟我来说，你是来找工作呀？你去景区也好，你去那个市场也好，你去商场也好，你不都在找机遇吗？行，溜达溜达，游山逛水也可以，有个时间，你逛个1周、2周、3周、5周的，也该开始干活了吧？突然有一天回来告诉我，他对了一个饺子馆，没跟你去一起考察，一点商量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。当时我看那饺子馆时候吧，他家就挤兑，我要不对的话，他可能要兑给别人了。哎呀，可真幼稚！然后就兑下来了，兑下来，把你们手里那点积蓄又投进去了。他不够，还不够，不够。我说咱们的钱也不够啊，你怎么说对店就对店，也不跟我商量呢？自己的钱都不够，又借钱了是吧？对，然后又问我父母，他在我公公婆婆那儿借了养老钱。因为我说实话，这些年我很少给人打工。他就是不想打工，想做老板。你们投资这个店大概需要多少钱？大概一共花了18、19万。最后结果怎么样？赚钱了吗？2年经营下来，又亏了不少。然后我一看这种情况下不能在这儿了，我说把店兑出去吧，我要回家了。然后这次他听我的了，兑了几万块钱，然后他就订机票了。订了机票，他订的是上海的机票，不是回家的机票。然后我就问他，我说为什么要订上海的机票？他说咱俩出来一趟不容易，上上海去看一下，都说上海很好。上那儿去转一转，我也没办法呀，他已经买完了。然后我就跟他去，我说好吧，只要往家的方向走就可以了。下了飞机了之后，我们俩打车，司机给我们送到一个2手车交易市场。我问他上这儿来干嘛，他跟我说他在直播间订了一台车。很多有直播间卖车的，然后我就相中一台车，直播的那个主播也是讲，有很多东北的车商都在这拿车回东北卖，挣个差价。因为上海的车况比较好，东北车况不好。然后呢，我就觉得这车就开到家就能赚钱，至少能赚1、2万块钱。所以说我也没跟他商量。完了我就说，我说
你确定能赚钱吗？他说我确定，钱也不用你管，不够的钱我来张罗。然后他给我那个大姑姐打电话，然后我大姑姐他们那个钱在理财，暂时拿不出来，又借钱是吧？对。因为提车钱不够嘛，那车10万块钱。后来他就跟我他说那个让我跟我姐姐那个借钱，借完之后咱回去就把车卖了就给他了，也用不了几天。后来我也没办法，我就管我姐姐借了钱，我们开车回去了。回去到家了之后，不卖车，天天出去开车玩吃。我到几个二手车交易市场吧，他们给的价格不是很理想，在我预判当中，这车至少要赚1万块钱。然后他们都给不上那个价格，只能给个让我能赚个2000、3000的，我就有点舍不得。行，我卖没卖吧？没有，到现在也没卖呢。到现在都没卖？到现在都没有卖呢，成了自己的座驾了。对呀，然后他天天开车出去跟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，然后就说我在三亚挣钱了。我的虚荣心可能也是强一点。那朋友就说：“哎呀，换车了。”我就没好意思说这车是要卖的。那我就咱不解释了行不？我们都知道了，虚荣心爱面子，到处借钱不务正业。后来他又想了一个办法，他跟那个亲戚朋友说，他要开个烤肉店，那个位置已经选好了，就是看看亲戚朋友谁有意向，可以那个入股，就是大伙儿一起挣钱。他说因为我开烤肉以前曾经开过嘛，说就是我有经验，一定行。然后亲戚朋友也挺相信他的，集了20多万。哟。可以啊，这个吧，这个是我初衷的想法是啥呢？我回来我做一家烤肉店，因为我本身我说实话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我也做不起来。如果大家众筹的话呢，是不是这个我的理想就可能能实现？你的店看好了吗？位置选好了吗？当时看好了，当时我也领他去看了，然后我领那几个朋友也去看了，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行，我说行的话，我就跟房东把这协议签了。然后我跟他签协议那天，你不也去了吗？签协议那天吧，这个房东有点不讲究，他就地起价了。所以说这房子也没住成。那现在这店和钱呢？店开了吗？钱在我这，店没开成。朋友入股的20多万还了吗？没有，在我这儿。没有，我说把钱，我怕他把钱花了。我问他，我说你别花人家那个钱，把那个钱放到我这儿来，我给你保管。现在的钱在你这里吧？没有，在我这儿，他一直没给我。还在吗？那他又花了，又花了。把人家的投资你都敢花？又花了2万多。因为我这大半年。我也没有收入，我也不好意思问他要钱，他起码还有个退休金。等等，我得问一下任律师，就朋友集资让他开店的这个钱，入股的钱，他擅自花了，你没跟朋友们说吧？这钱你花没有？那这行为是不是也有问题吧？这个钱你如果用在共同的生活或者共同生产经营中啊，这属于夫妻共同债务，这里面有个风险。杨先生，我得提醒一下你，你当时投资的时候是有一个项目的，但如果你最终一直没有这个项目，相当于你虚构了事实，然后如果说你以后跑路了，打电话不接，发微信不回，长时间联系不到你的话，如果报警的话，你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。刑事犯罪是要坐牢的，所以我建议你的钱，你还是尽快的主动和人家沟通，能还赶快还，哪怕还一部分，或者说你还不了，你列一个还款计划。你骗你老婆和你骗你朋友和骗众筹人性质不一样。所以这没有了信任的婚姻该何去何从呢？女士，你今天的诉求是什么？我就是想让老师们帮我看看这些事儿，还要不要跟他走下去？我确实舍不得这20多年的感情，我非常依赖他，他以前也曾经对我非常好，但是呢，现在他变成这样了，变成另外一个人了，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办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人？但是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依赖他。哎，你们这对夫妻啊，虽然你们矛盾重重哈，但是你们还是真的一起好好过日子的，和他们确实不一样。您二位对他俩的婚姻有什么建议？要是我的话，我不过了。那丈夫你有什么建议？你觉得何去何从？我从我的角度考虑，我感觉两口子到一块儿都挺不容易的。你要说是因为有些事情吧，可能也是一时糊涂。我觉得双方彼此给一个机会吧，我感觉是这样。哦，你还是希望妻子能够原谅他，把债还上，然后继续过。劝和不劝分嘛。其实这就说明您的丈夫他内心2个字：善良。真的是啊，这个咱们看看别人的故事，品品自己的家庭，再去做出最后的调整和认知，我觉得好事儿啊。对于你们2个来说也是好事儿。今天彻底把家里这些财务状况、法律风险，咱们都摆在我们爱情保卫战的舞台上，咱一起来保卫你们的家庭，包括你们的，真的你们的人生、财产各方面的安全。
啊。那听听我们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的建议吧。离婚吧，我们永远不要因为习惯，或者是因为对一个人还抱有期待或者抱有幻想，觉得他能改，他会越来越好。不是的，这个人这么多年都是一副这样的德行，他不劳动。这哥，你哪怕你这车买回来，你去开网约车，你也能赚钱啊。就是，他真的想去赚钱，他想养活这个家吗？他要出去当老板，你有什么脸当老板啊，大哥？你50岁的人了，你连你老婆都养不活，你有什么脸出去当老板？还是开这个车出去说什么吃啊、穿啊、玩啊？我跟你讲，得亏你俩没孩子，你知道，就是很实话。你要是听我的，你就跟他断。人就是靠自救，自己不救自己，谁都救不了你。这大哥，我觉得你稍微能不能清醒一点？你这种一夜暴富的思想拎清楚一点。你身边已经能为你的所谓的诚信买单的人已经全部都没有了，你接下来的人生会过得惨兮兮的。你相信我，如果你现在不去还钱，现在不出来还债，不出来打工的话，51岁的人就是把家里的财产这么的霍没了。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说你有一夜暴富的可能。我跟你说，幸存者偏差绝对不会幸运降临在你的头上，因为幸存者偏差只会让努力的人更幸运。你现在应该出去赚钱，出去开网约车也好，干什么也好，想尽一切办法让你的爱人过得好起来。你的面子分文都不值，你不是什么曾经做得很好，然后一夜之间什么跌下神坛的人，你不是这个样子。你好好去看看这个社会的人情冷暖，你去看看你已经让多少人为了你的所谓的面子负了债，然后让多少人的生活质量因为你而下降。别人不应该为你的人生来买单。这个大姐非常单纯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兔子之类会咬人。你哪天把她逼急了，你俩就不是离婚这么简单的事儿了。你拎得清楚一点再。不要欺负他单纯，不要欺负他善良。他身边一定有会为他而战的人，至少他的家人会。如果他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的话，你的后果可能不只是离婚这么简单。所以我说，就真的做个体面人吧，哥。我能看出来，你还是很想跟这个杨先生继续走下去的，但是现实情况现在是真的不允许，怎么办？我就在想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现在先把离婚证给领了，但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就不复婚了？要看什么？看他的表现。他的表现不是在嘴上的，而是要在行动当中的。第一，他先把钱还了；第二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；第三，有一定的存款了，且他把这个存款交给你了，以后财政大权都交到你手上了。那个时候，你可以再决定自己复不复这个婚，好吗？这是我的建议啊。然后还有这个杨先生，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一个人，你特别喜欢给自己找理由。其实我不知道你的心里是不是真的这么认为的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承认自己能力有限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儿。我认为你不是一事无成的，起码在刚才的陈述当中，我听到了你一个非常非常牛的一个点，就是你的人际关系也太好了吧！你空口白牙就可以借到那么多的钱，而且没有任何的保证的情况下，反正我是做不到的。如果你不是人际关系好，那你就是口才好，那我觉得你就可以去从事这种跟人际关系有关系的工作，比如说干销售去吧，对，二把手之类的，不要你自己去投钱，你去帮别人就是经营他的钱，对，或者是口才相关的，我觉得都可以。但是找机会不是去游山玩水而是去投简历啊。我最后想再帮这个韩女士咨询那个李律师一个问题，就如果现在杨先生他写一份保证，就是说他欠下的钱只跟他自己有关系，跟这个韩女士没关系的话，是成立的吗？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。这个什么呢？这个协议对你们内部来讲是有效的，但对外部是无效的。哦，人家投资人还会把你们列为共同被告。你们俩共同对外承担责任之后，然后你们对内该怎么分怎么分。所以人家债务人还是找夫妻双方对，人家是抓你们2个人的，不是抓1个的。你这个约定规避不了的。我觉得认对你来说是一个最好的和解。我认了，我过往就是这样，我被骗就被骗了，我被爱就被爱了，我不被爱，今天站在这儿，这也就是我了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你对自己好不负责任啊！对家里的财务情况一概不知，对家里的投资债务情况一概不知，对身边这个男人在干什么，他想什么，他出门去做什么一概不知。
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会花言巧语，会骗人吗？我觉得不是啊，是你太懒惰了，对自己太不负责任了，太容易把心全部掏出来给一个人，而不做考量。所以这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你自己人生的课题。我特别希望，不管你今天走出我们爱情保卫战，你是决定跟他离婚，还是你依然懦弱的选择苟且着过，那你也要对自己以后的人生学会负责。唉，所以我真正担心的是你，他我真不担心，是吧？但既然你来了我们爱情保卫战，我觉得你还是有一丝想要存善的心，那咱们赶紧调整轨道。刚才我们几个老师都说了，把钱先全部还掉，你的项目什么时候落地了，可执行了，你再去众筹，然后收收心。你要不舍得这个女人离开你，用你的真心去爱她。什么是真心？你告诉我了，现在你们家这种情况，什么算是对老婆爱的真心的表现？我就是把家里的财政大权我交出来，以后我再不管钱了。还有呢？然后回家，这车不管卖多少钱，也把车卖了，把那个姐姐的钱给人还上。行，你卖了车干嘛呢？然后我找一个工作。你就去开网约车不就挺好吗？车现在便宜成这样，你卖个3万，干嘛呀？你拿着这车当年10万买的，你还能跑个什么网约车，一个月挣个几千块钱，慢慢还。你是觉得没面子是吗？多少有点。你还要面子呢？面子是靠自己挣的，光说就有面子了。你要想真的挽回妻子，拿出你的行动去爱她，也许还有那么点希望。谁让她傻呢？谁让她天真呢？大哥，给你说几句掏窝心的话，别介意啊。大哥这个爱面子，虚荣心强，心口不一，对吧？本质上是什么？本质上是缺乏自信。由于你缺乏自信，所以你才向别人去炫耀你所谓的财富和高贵。这边是在朋友面前的面子，这边是老婆对你的真爱，两者之间你要做取舍。其实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在婚姻中最重要的什么？最宝贵的财富其实就2个字：信任。一旦失去，很难恢复。包括我们再扩大一点，不仅是婚姻啊，包括我们生活中方方面面都要讲究诚信的、信任的呀。而且你这个婚姻，说实话，是2个人之间牵手的承诺，你需要双方共同的呵护和经营的。你什么事情，你不能因为法庭写你个名字就剥夺人家知情权呀。所以大哥，我觉得给你的建议是脚踏实地，真正的改变，而且这个改变要让这个女方要看到、感受到、摸到、体验到。这女士的建议是这样，其实你很简单，我觉得向她学习，加强管理，加强监督。另外，我再问一下，你的退休金有多少？2000多。2000，我都担心将来人家那个投资人起诉你们的话，房子被执行，养老金有一部分还要被执行。到那一步，你们俩都更惨，及时止损吧。这个我觉得任律师来特别好，就是我们婚姻也好，爱情也好，是我们情感或者精神上的需求，但是是要在法律的保护、法律的约束下去才能享受感情、享受家庭生活。如果我们法律上都没有了保障，还何谈家庭，何谈幸福？观众朋友们，如果有法律问题想咨询我的话，请关注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微信公众号。你看，原本一个好端端的家，本来日子可以过得红红火火，为什么过成这样？你心里明白。我们经常说，好男人有钱能变得更好，坏男人有钱会变得更差。您是不是变得更差了？对他的行为你信任，一而再再而三，所以他胆敢把家里自己任何的决定根本把你当空气。他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啊，当年做了以后家里已经亏了，3套房已经卖掉了2套，你为什么不加强对他的监管呢？所以在这一点上，妻子确实是有责任的。但是做丈夫，我们不管怎么样，良心还是要有的。这个妻子她的要求不高，她要的就是踏踏实实的安全感。所以我不建议你们离婚，
离婚真的他会破罐破摔，您再收留他一段时间，但收留是有条件的，你今天听清楚了。我认为第一个条件，首先家里的财政大权收缴，第二个条件，唯一剩下的那套房子不能是他一个人的名字了，是2个人的名字。对，这个好，是必须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第3点，欠的20万的朋友众筹投资款下了节目，哪怕是砸锅卖铁先还了，这是必须的，否则他真的没法做人的，还有什么面子呢？这几点都很重要。另外还有一点，自己真的去做一份工，问心无愧，心地无私天地宽。我靠自己扎扎实实的打工赚钱，妻子不会嫌弃你，社会依然会尊重你。最后一个建议，以后他的生活费向这位妻子学习，100块钱够了。哎，你们2个家庭应该反一下，你把财政大权多给你老公分一些，他靠得住，他靠谱，对，是不是？你就全部100块都不给他，考察期100块都不给，100不给要变坏，给100也行，是吧？你们换一个个儿，可能家庭结构都会好一点，行吧？我们老师也给你们做了很多中肯的建议和讲解哈，你们来思考一下，回到我们的转门后，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是怎样的。来，请回。老师们觉得我们第一对夫妻他们会出来吗？肯定，一定出来哈。第一对出来。好，来看一下我们第一对夫妻的选择，请开门。啊，没了。哎，不是这是什么意思呀？啊？没有，我没有看错，没有，真的没有出来。这个大出意外啊！我更加希望是丈夫不想出来。但我有一种感觉啊，他们不是讲感觉吗？我觉得他们俩虽然没出来，但是不代表婚姻就不能继续。可能大家需要一个更多的思考和调整的方案，比如说孩子是否出国，或者出国用什么样的方式，勤工俭学、奖学金等等，包括他们的相处方式，2位都做出相应的调整，来达到一个和谐的地步。这也是为他们以后的，真的是孩子长大离开家之后的晚年生活做一个妥善的安排。哎呀。些许有些遗憾，很遗憾，很遗憾。好吧，那我们也看看第2对。这一对真的在任何人眼里是没有办法过下去的。那人家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，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来，请开门。也没出来，也没了，出来了，肯定出来了，给你来了个反转啊！来，快来！我刚刚在后面我已经跟他商量好了啊，我听从各位导师的意见，这就对了。首先，我财政大权以后我交出来了，不管。对。第二个就是把咱们众筹那钱都给人退过去，赶快还。然后还有一个找份工作或者开个网约车也不丢人，自己赚钱养家有什么丢人的，对不对？今天给你丈夫一个机会哈，那我们在舞台上也拥抱一下吧，给彼此一些鼓励和支持，来一起见证你们的幸福时刻。大哥，这是既幸运又幸福呀！啊，老婆你放心吧。以后绝对不会让你失望了，会说，多抱一会儿，会说。别说了，以后做吧，少说2句。祝福吧，祝福吧，祝福你们，祝福你们，祝福吧。其实，刚才你俩这个相拥着纹丝不动啊，也能看出其实还是有很多情感的。但是情感上升到最后，一定是彼此的责任和承诺。希望你们对彼此负责，对自己负责。过好你们人生之后的路，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！再见，老师，再见！祝福你们啊！这个我们是要相信爱情，但是爱情当中最重要的，真的不仅仅是我们亲密的关系，更多的是我们的承诺和彼此的责任。希望大家都拥有有担当、有责任的另一半，祝大家都能拥有幸福的爱情。来，让我们一起进入婚恋新说法。当场捉妻子出轨，肢体接触中将妻子打伤，鉴定为轻伤。妻子逼我净身出户，否则起诉。我现在会面临什么法律后果？丈夫有可能既要承担刑事责任，又要面临民事赔偿。
那么根据刑法规定，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，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者管制。另外，妻子受到了伤害，丈夫还要承担医疗费、误工费，甚至有可能是精神损害抚慰金。在此建议丈夫积极和妻子沟通，主动赔偿，得到妻子的谅解，减轻相应的法律责任。好了，感谢收看我们今天的爱情保卫战，谢谢我们几位老师的辛苦工作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